美国人又打台湾的主意了。10月6日，美国防务网站战争地带刊登了一篇名为《现在是台湾采购耀式战机的时候了》的文章。该文由战争地带主编泰勒·罗格威撰写。拜读下来，整篇文章的观点很明显，正如直白的标题所言，希望台湾采购美军即将退役的耀式战机。那么耀式战机对台湾的防卫真的有帮助吗？如果只看中垂直起降功能的话，为何不直接一步到位采购 F-35 战机呢？其实针对耀式战机出售给台湾的议题已经不止一次被提及了。早在蔡英文刚宣布胜选2016年总统大选的第二天，美国国防新闻就曾报道，美国政府有意通过剩余物资项目向台湾出售耀式战机。不过当时的台湾空军官员就表示，耀式战机的性能有限，并且维修成本高，所以台湾最后并没有采购。如今到了2022年10月份，美国人再一次通过媒体提出同样的想法，为何美国人总是心心念念向台湾出售耀式战机呢？要解答这样的问题，我们就要来看看，如果耀式战机到了台湾，能给台湾空军带来哪些改变。首当其冲的就是减轻空军对机场的依赖。一直以来，空军都是台湾的安全生命线，因为任何企图完全占领台湾的军事行动，都必须将大量部队运到岛内，而这样一来，只有通过海上运输和空中运输才能达到目的。这就决定了台湾防御战中空中防卫的重要性。空中防卫的首要重点是要有效掌控远程监控和早期预警，对进入台湾防御空域的飞机，必须将其威胁降至最低程度。当开始防卫作战时，空军需凭借迅速的反击能力，防止敌空军进入台湾空域对台湾进行破坏，同时在保持制空优势的前提下，对敌方地面或海上部队予以牵制和削弱，对己方在战场上的海陆军部队予以支持配合。然而现实的情况是，要实施这样的设想比较困难。从整体地理环境上来看，台湾的战略纵深很小，本岛地形以山地和丘陵为主，约占其总面积的 70%。人口密集、经济活动集中的区域主要位于本岛的西部，台军的一举一动全在监控之下。同时，台湾53个机场中的13个主要军用机场全在导弹的射程之内。台湾前任防长伍世文就曾哀叹，台湾面临的最大恐惧之一就是数量庞大的短程弹道导弹。有鉴于此，台军在东部沿海扩建了机场和洞库，其中仅嘉山飞机洞库就可容纳战机200余架。而耀式战机的垂直起降能力则完美适用于台湾多山地的特性，可分散深藏于山间，来降低被突袭时遭受的损害，提高第一机的存活率，从而始终保持持续战力和反击能力。如果台湾配备耀式战机，平时可驻扎在大型基地，但具备垂直起降的能力，使其并不依赖机场，一到战时就能以6至10架为单位分散到各处隐蔽起来，并能够机动灵活地随着战线的推移而调动，密切配合地面部队作战。其次则是耀式战机具备相当出色的对地攻击能力。耀式虽然被称为战斗机，但实际上还是一种攻击机。对于耀式系列战机而言，除了海耀和 AAV-8B 在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中型航母和美国的两栖攻击舰上兼任有舰队防空的职责外，陆基型的耀式战机并不承担制空任务，其重点还是对地对海攻击，能够配备包括反舰导弹、制导导弹、防区外武器和各种近距离空中支援武器。尤其是配备了 AESA 雷达的美海军陆战队版耀式，还能够和 F-16V 一样装备 AIM-120 空导弹。而现在台军能够执行对地打击的 F-16V 数量远远不够，剩余的66架 F-16V 最快也要2026年才能全数交机。因此，如果装备耀式战机，则能在对地攻击上形成高低搭配，既可以执行近距离对地支援，又可完成有限的制空权夺取。但耀式战机也有自身的缺点，首先是如果要垂直起飞，起飞总重量必须小于发动机推力的 90%， 这样相对于同一量级的常规战机，其载弹量要少，航程也更短，因为使用范围受到一定限制。另一缺点是对飞行员要求高，垂直起降和悬停飞行的能力都要求飞行员必须具备不同于驾驶传统战机的特殊飞行感觉和习惯，而此方面的训练和实际操作难度较大，并且不仅是驾驶员要适应，
地勤维护人员更是要适应，毕竟这异常复杂的垂直起降设备，即使在英美两国中的妥善率也低于常规战机，因此要成功实现人机结合，充分发挥耀式战机的全部性能，绝非短期能够完成的。最为重要的是，美国想要出售给台湾的耀式战机是海军陆战队换装 F-35B 后淘汰下来的 AV-8B， 因此这笔买卖的出发点就有卖破烂的嫌疑。马润们都嫌旧的玩意儿，硬要吹成宝贝塞给台湾，当台湾人都是冤大头吗？在火力军看来，耀式战机对于台湾最有用的一点就是垂直起降了，这一特性对于多山地的台湾而言的确再合适不过，并且由于具备垂直起降能力，耀式战机可以在台湾空军绝大多数空军跑道遭到摧毁的情况下持续升空与敌方军机交战，但这单一优势并不足以诱惑军方购买，因为台军对于机场跑道的损管能力一直在加强，如今只需要约1小时的时间就可以修复一条遭火箭弹摧毁的跑道。美国真想帮助台湾，还不如快马加鞭地将 F-16V 交付计划提前完成。当然，如果能够批准台湾采购 F-35， 那自然是最好的，尤其是 F-35B 型，简直就是耀式战机加 F-16V 的高阶隐身版。F-35若投入台海防卫作战，那将会对台军带来巨大的优势，其强大的态势感知能力和电战能力都可以大幅提升台军的防卫效能，同时更进一步降低敌方取得制空权的可能性。F-35还能与台军现役 F-16V 形成高低配， F-35本身能够成为现有 F-16的串联平台，发挥监视侦察以及导引武器的能力，因此 F-35的数量也不需要太多，就能在台海区域发挥相当大的优势。但想法很好，现实很残酷。首先，洛马公司自身的产能还不够自家瓜分的， F-35项目当初除了美国外，还拉了8个国家共同出资研制，这些国家还在眼巴巴地排队等产能，不在项目出资方内的任何国家想买，都得老老实实排在后面等。真要轮到台湾，最乐观的预计恐怕也要10年以后了。其次就是美国人那模棱两可的态度，台方曾多次向美方请求购买 F-35， 2016年就曾传出台湾有意购入150架 F-35A 与60架垂直起降的 F-35B 型战机。2017年的汉光演习中，台军甚至将垂直起降的 F-35纳入兵棋推演。2018年3月15日，前任防长严德发一上任即在立法机构公开表示，台军方已向美提出采购210架 F-35战机的要求，但美方就是抱着既不答应也不拒绝的态度。最让美国人忌惮的一点就是保密性，比如在俄乌战场上，即使援助的是非顶尖武器的 M777 牵引式榴弹炮，还要将最为重要的数位火控系统拆除，来防止被俄军俘获泄密。而 F-35则是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机之一，美国对于其出售有着相当完整的风险评估体系，只有处于低战争风险区的国家才有可能在未来获得购买权，而高风险地区想要获得则希望渺茫，因为 F-35一旦被敌方击落或俘获，将会对美国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因此台军购得 F-35的概率非常渺茫。但这是否意味着如果台军想要带垂直起降功能的战机就只能选耀式了？并非如此，为何不选择成本低廉的无人机呢？火力军认为，从乌俄战场上的经验来看，大规模使用无人机能够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况且台湾本身的晶片产业非常发达，更有利于无人机的生产和应用。与其购买被淘汰的耀式战机，不如立足于强大的集成电路产业，加速研发自身的军用无人机。那么观众朋友们，你们是如何认为的呢？欢迎将看法发表在评论区。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